百川送来的零件没有通过质检。算了，你也别看了，你看不懂。什么问题啊？质量问题，做工和质地都不行。老赵，质检部门的工程师，安迪，我女朋友。老赵，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。好的，王总提交的样品是轴承，虽然是小零件，但质量要求非常严格，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发动机的运作和使用寿命。材质问题相对来说还容易一些，主要是做工。简单讲就是摩擦系数的大小，做工不过关，摩擦力太大，我们产品就达不到我们承诺的使用寿命，这个问题比较严重。虽然王百川是你推荐的，但是一码归一码，这种东西要不了。没关系，我明白。换做我是你，我也会这么决定的。回头给他打一电话，亲自跟他说声抱歉。不用了，我跟他说吧。既然我是牵线人，这些事情我来解释。但是，如果刚才赵工提的那2个问题，王百川有办法解决，你能不能再给他第2次机会？这事儿我做主了。行，谢谢你给我打的咖啡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美啊，真的很美。好看也不能天天看呀。我可不允许你沉溺在温柔乡啊！这要是事业荒废了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怎么会呢？正因为有你在，我才比任何时候更努力。我不吃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跟包总牵上线的？还给他送样品？我是托 Andy 帮的忙。像包总那种级别的人，要是没中间人牵线，别说合作，就连电话都打不进去的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大概有1个多月了吧。之前没有告诉你，那是想给你个惊喜。可是后来呢，我又怕你误会，嫌我找理由不管你家的事儿，那没办法，我就说出来了。哎，你没有怪我吧？我怎么会怪你啊？你有进取心是好事儿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就好，小美。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做到。我相信你，只要你努力，我们很快就可以买房子，就可以在上海有我们自己的家了。好啊。喂 ，Hello， 我是 Andy， 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是不是我递给包总的样品有消息了？不会我没通过吧？见面再说吧，1、2句也说不清楚。我以后把餐厅地址发给你。好。要不今天你还是去吧。好啊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陈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到上海，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吃饭，所以过来碰碰运气。你没有走真好，赏脸吃个饭吧。啊，上次投资见效特别快，我很满意。我今天是专程过来谢你的，不会拒绝。好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没有请小凡。是不是我的样品没通过？是的。
不过包一凡建议你尽快出第2次的样品。我请你来也是想把质检师提出来的一些评估的资讯转达给你，好让你尽快调整。哦，太好了！如果这一行像包总的公司长期供货的话，那就意味着品质可以保证。谢谢你们。对了，安迪，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，我样品没通过的事，可不可以先别告诉小美？所以我今天单独请你来，就怕你有这个顾虑。太谢谢你了。包总那边说是什么问题了吗？负责质检的赵工说，轴承的材质和做工都有问题。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零件，但是如果说润滑度不够的话，会增加摩擦，影响主机的使用寿命。而且好像你的做工，离他们想要的标准相差甚远。是包总的要求非常高，我已经找了2家工厂了，但是他们没有合适的设备来达到包总要求的加工精度。是他对你要求太苛刻了。如果是这样的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去问他。哦不是，包总对质量的要求很合理，只是我找的这2家工厂，他们的加工水平已经达到他们现有的加工能力了。那你就可以换一个能够达到他们标准的加工公司啊。这一行都是透明的，能有这样加工能力的公司也都有一定的规模，而且他们的客户门槛都比较高，他们的销售能力也是非常强的，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我来接包总的单。看来我是没有什么希望了。如果是没有什么希望了，那不如先吃饭吧。也不知道这家菜好不好吃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菜很好，但是我没有什么胃口。包一凡让我转达一下他对你的歉意。这件事情我还得谢谢包总，他能给我一次机会，都是我自己不争气。哦，对了，安迪，这件事情千万别跟小美提起。不跟小美提，可是时间长了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利润来顶替你跟包一凡的这次合作成果，他还是会知道，到时候不是更糟糕？我们先走吧。哎，好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樊姐。客户送的，感谢我理财帮他赚钱了。哦，这是想抢我女朋友啊？不行啊！哼，他是想抢我男朋友，送给你啊。老色狼，你也太小瞧我了，就比咱们大2、3岁，长得也挺好，年轻有为，是个老板，有一家化工厂。记住了，吃醋了？你怎么样啊，王老板？跟包总的生意谈得怎么样？这2天就约个时间，我们签合同。内线，还是内线最牢靠。我怎么听说生意没谈成啊？好像是样品出了点问题，是吗？你从哪儿听的呀？哎，咱们有这么强大的内线在，怎么可能不通过呢？是吧？哎，对了，这2天我要回老家，你有什么东西要带回去的吗？我给你个机会，是你自己说呢，还是我让诗诗说话，或者是我去问安迪看他怎么说？小美，我不知道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。样品检测的确是一波3折，但是人家安迪非常帮忙，包总又另外给我机会了，可以说是起死回生。不信啊？不信你可以去问安迪，是他传达给我改进工艺的办法，让我提供改进工艺的思路，就这样。真的？你怎么可能不相信我说的话呢？你看，我和包总都是内行人，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，我们这样一沟通一了解，哎，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，没问题了，就行了啊，对不对？
即使你不相信我，这不还有双保险吗？你可以去问安迪。王百川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生意没谈成啊？安迪根本没帮你，对吧？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，是不是？也是，人情撕一张少一张。安迪为什么要帮你啊？他还没有答应包总的追求呢，他犯不着为了你去欠他一个人情。可是我就是讨厌你们骗我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是我初中同学，他在包氏集团上班，他告诉我的样品没通过。样品为什么没通过啊？啊？你不是一直在现场盯着吗？你不是信誓旦旦告诉我保证没问题吗？是不是检测的时候被人动了手脚啊？我现在在开车，我一会儿停下来给你解释好，行不行？你不要净说一些没有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安迪非常全力的帮忙，人家也非常够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那你跟我发誓，发誓你说的是真的啊？哎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啊？反而在这儿乱猜测。那你为什么不敢发誓啊？啊？心虚了？啊？哼，王老板，你这车不是又是租的吧？对，租的，我买不起，行了吧？把你的破花也拿走！安迪，为什么他只有居高临下的指责，生意不成，我也很难过。有些事情是非人力所能及的，那我也需要安慰啊。你仅仅作为他的邻居，你都愿意替我想办法，筹划出路。可他呢，一旦出了问题，他就把所有的责任，甚至一些莫须有的责任，全部都推到我身上来。凭什么呀？都是赤手空拳出来打拼的，他为什么就这么轻贱我？他们家一堆破事，我平常说过他什么吗？一旦有什么问题，我就立刻解决。而且有些时候是他的责任，我都不带指责他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对不起，安迪，我把一切负能量全都给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，送给你吧。在那些没有信心靠自己的奋斗找到前途的人们当中，你很难找到独立的精神和坚强的个性。通过我这段时间的感受，樊小妹真的很需要你，而且你可能是她信赖的唯一，你能理解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外强中干，他这是在鞭策我了？可能我的话有点复杂，但是其实道理很简单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先挂了。安迪，谢谢你刚才的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让我对和小美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。我今天情绪不佳，我打算先回去冷静一下，等明天我再找小美道歉。毕竟，谁都是身不由己。从王百川的车里冲出来，
到回到欢乐颂，中途没有一个电话，一条微信，没有道歉，也没有解释，甚至连敷衍都没有，这让樊胜美很是生气。王百川是不是认为欺骗他是有道理的，而他的责怪反而不对？樊胜美不禁想到，刚开始追求他的王百川，也是一大早的送玫瑰，也是如此的大方。男人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，得到的便是豆腐渣。连欺骗他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，而且做得如此的得心应手，他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？嘿，你听得见吗？风一直在吹。嘿，你看得见吗？你等着，等我会去上海找你的。好啊，你来上海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不，我去了上海我请你吃饭。只要你努力，我们很快就可以买房子，就可以在上海有我们自己的家。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的工作，今年年中我一定想办法把房子首付付了，让咱们在上海有个家。王百川，你听出来了吗？小曲好像说的是你。你干嘛挂我电话？你为什么挂我电话？谢谢百川，谢谢你，你真好，有你真好。你原本不需要承受这么大的生活压力，你妈说的对，是我连累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理解我。小美，你以后不要再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话，我爱你，我已经爱你半辈子了。泛黄的照片还清晰可见，孤独的灯塔消失在海岸线。樊姐，王总对你好好啊，还送花，好浪漫，不像我们家小应勤，说什么送花还不如送巧克力，巧克力吃进肚子里还能长成肉呢。而且他说啊，这个花啊开在枝头上才是新鲜，其他都不行。你说他是不是特别没劲？汪汪昨天晚上没回来吗？回来了，比我回来的还晚呢，现在睡觉呢。樊姐，你说你们谈了恋爱怎么都这么浪漫呀？不像我，就知道吃零食、路边摊儿。你们说我谈恋爱怎么这样子啊？你给我支点招呗，怎么能浪漫一点？这花是我一客户送的，不是王百川。王百川现在心里根本就没我。客户这么大方呢？不过也是，你们那儿理财的人肯定特别有钱，跟我们不一样。安迪每天都坚持跑步，他太厉害。安迪也好厉害啊！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，我还能像你一样就好了。对不起啊，小凡，之前的事情你用不着跟我说对不起。你不帮忙没关系，可是你明知道我最在意什么，你不但不提醒我，还跟王百川一起合起伙来骗我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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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句没错。怎么了？安迪骗我就是骗我，跟王百川一起来骗我，还是朋友吗？现在高兴了，我跟王百川分开了，高兴了。你跟王总分开了？怎么可能呀，樊姐？肯定早就想好要跟我分开了。
不然我借王百川100个胆，也不会到现在都不给我联系。不就是生意失败了吗？啊，你至于要骗我吗？真的是，人家他就是没脸见我，他不好意思呀。你说说他，你生意失败就失败，你别骗我，别瞒我，我大不了就唠叨2天，我能怎么样？我至于分手吗？